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上一集呢，我们说明了在川普的新政之下，美国经济和美股展望都可以更加巩固。那过了1个月呢，美国三大股市不断的上涨，道琼呢是站上了45000点，纳斯达克呢更是第一次站上2万点。那面对牛气冲天的2024年年底，展望2025年，又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将从4大面向来分析美国经济动向和景气状况。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第一个面向呢，通膨进入了完美的扩张格局，不高不低，但足够刺激企业获利增长。随着美国经济强势，而且呢优于预期，主要的通膨指数下行趋势进入了年末，看起来有点暂缓。最新的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是 2.7%， 其中呢核心通膨呢是 3.3%， 都还离联准会的通膨目标区间有一点距离。那还好呢，在源头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在原物料价格下跌和中国输出通缩的影响下，只维持 0.2% 的低度年增长，还会继续牵引整体通膨缓步下行的趋势。那现在看起来呢，因为占比很高的房租年增率还高达 4.4%， 未来1年呢，这个项目的持续放缓，就有机会让通膨回落到联准会的通膨目标区。而在川普上台之后呢，因为他重视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又喜爱宽松的商人性格，会让美国经济的扩张动能呢有机会继续走强。这样一来呢，通膨的上行风险将会持续下降，同时呢，通缩危机发生的几率呢也会明显降低。换句话说呢，未来通膨的波动率呢有机会明显下降，而且呢在2%到2.5% 稳定运行一段时间。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温和而且稳定扩张的通膨基调呢，都会让终端定价、原物料进价成本控管和刺激消费者购物欲望有相当大的正向帮助。除此之外呢，川普呢也会推动很多项帮助企业盈利扩张的政策，例如呢减少繁琐的监管和减税，这将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那也因为这些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图表显示的企业盈利减去通膨的实质企业盈利增长，如果能够维持强势扩张，股市呢就能走出绵长而且强劲的大牛市。那未来半年到1年，温和而且稳定的通膨搭配经济强增长，进一步推高企业实质盈利，就是股市持续走多的基石了。那第二个面向，美国劳动生产力在川普新政的刺激下呢，也会加速提升，主要会体现在企业减税和高阶制造业回流产生的衍生影响上。那从图表中可以看到，目前整体非农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已经回到接近90年代中期的水准，明显高于前一个生产力循环水准。制造业呢，则还有一段落差，但这个落差呢，会随着大量的高阶制造业投资陆续完工投产和减税案的实现下，可以预期呢会加速拉升。像是图表中呈现的，这波制造业厂房投资呢，是从2022年以后明显拉升。25年呢，将会开始进入完工投产高峰期。那换句话说呢，不管是非农呢，还是制造业劳工生产力，25年呢，有机会同步上扬到90年代的荣景水平。那这个呢，不但是生产力循环、长线经济增长的动能所在，也会呢帮助建立资本市场的乐观气氛，持续有利于多头的走势。那第3个面向呢，川普呢重心力呢胜过福利，也会活化就业市场的参与。川普新政和拜登时期最大的差别也在于对福利和政府功能的观点不同。川普呢更会侧重在降低政府管制，然后呢让钱尽可能的以降税的方式留在企业和民众的口袋。同时呢，福利和补贴的提供呢也会大幅减少，这将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就业意愿。在继续说明之前呢，财讯想跟所有频道会员表达谢意，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帮助影片按赞分享，这些呢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次呢，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上一个川普任期呢，可以看到川普扭转了金融海啸之后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下滑的趋势，甚至呢还有小幅回升，一直到新冠疫情的爆发。
拜登上台之后呢，劳动参与率在大量的福利补贴还有现金的发放之下大幅的探底，然后呢，在暂时性的措施陆续停止之后呢，劳动参与率呢开始缓慢上扬，之后呢又在23年到24年呈现停滞，不再好转。那随着川普呢即将上台，劳动参与率有机会呢重新回到上升趋势，那这会带来2大好处。第一呢，更好的劳动参与率可以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准，让增长动能呢进一步的提升。第二呢，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这轮疫后通膨飙升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劳动参与率不足造成的。过去1年呢，薪资通膨降到4%左右就无法再往下，和过去1年劳动参与率回升裹足不前有关。川普呢，如果能进一步改善这个停滞的现象，就有机会让薪资通膨下滑到长期大约3%的温和扩张水准，可以帮助改善长期通膨增长的稳定性。那第4个面向，川普的降税措施呢，搭配景气升温，将会提高民众实质所得。那直到10月底，美国民众的实质可支配所得呢，已经攀升到了2.7%，创下了4个月的新高，离3%的强劲增长呢，只剩下一步之遥哦。因为25年全年，特别呢是上半年对应的基期呢将一路走低，所以呢所得端的增长很有机会再一次明显压过消费增长，这也会积蓄新一轮的潜在消费动能，而且很大的几率会进一步延伸进入荣景期。从历史经验来看呢，绵长而且连续的实质所得扩张周期，对应的都是非常惊人的股市大多头周期哦。总结来说呢，虽然过去几个月美股的涨势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信仰总体经济和长线投资价值的美股投资人还不到需要下车的时候哦。不妨呢就稍等川普总统上任，让他施展身手，再来决断不迟。在那之前呢，建议大家继续静心和耐心享受多头飨宴吧。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2025年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利空吗？ A. 地缘冲突不断升温。 B. 美国债台高筑。 C. AI 产业迎来泡沫。那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